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苏珊。苏珊现在人在马来西亚雪兰莪靶生的海南村。这座海南村始建于1910年。看到苏珊身后的这招牌了没有？五颜六色的，是不是很吸引？不懂马来西亚啦，是从什么时候开始，由谁开始带领这个流行文化？它会在地域的名字前面加上 I love，比如 I love Penang 啊，I love Ipoh 啊，然后现在这个叫做 I love BH，BH 它其实是这个海南村，它在马来名的缩写，它的全马来名叫做巴干海浪。然后苏珊的这个身后有一个小木屋，大家有看到吗？它其实以前是一所小学，叫做雾德华小，但是因为这小学真的是太小了，然后后来就越来越多学生入读，他们的位置就不够了，所以他们就迁移到另一个地方，换一个更大的学校这样子。然后这个旧校址就是这旧校舍，后来就废弃了嘛，就有一群年轻人，他们就把它改建成一个休闲的地方这样子。巴干海浪就是刚刚苏珊说的 BH， 它的全称。在马来西亚，我们华人其实都拥有一个马来文的音译的名字，所以就是根据你是什么籍贯，你就会叫什么名字这样子比如伟鸿就叫做伟鸿，然后海南的音译就叫做海浪。当然也有些地方它的翻译叫做海南，但是苏珊不明白巴干是什么意思。所以苏珊后来又去查了一查，巴干它的翻译其实它的那个 maksud， 就是我们讲的意思，它有两个意思，一个叫做本嘎兰，一个叫做 jetty。本嘎兰的意思在华语它是基地的意思，然后 jetty 就是码头，所以巴干海浪它加起来是海南村。所以在马来人的印象里面，它可能就是靠近海边，是一个码头建立起来的一个海南的村子这样子，所以你会在马来西亚很多渔村的马来民看到巴干这个词汇。哦，它不是这间卖了啦，不是。哦，我去看这个是读书，我去看那间小这间个是好像2间哦，隔一半嘛。啊。然后6班罢了啦，1到6年级啦。哦，每一年级一班。哦，这里我看到是1、2年级，所以还有3、4年级，还有5、6年级。对。哦，你以前有在这里读过？没有，我的弟弟、我的妹妹他们有了。哦，有在这里读过。我是80多年才来。1980多年了。1980多年。哦，所以那时学校还在的。还有很多东西没有，他们哪去不懂了这样。哦，这是谁做的？做的这样漂亮这些东西？这个是弄以前的海南村的买卖东西啊，这样的车子啊。哦。是这样的吗？哦。这个也是卖东西的吗？跟店啊，学校吃的跟店哦。对，这个有一点像肯定这样。不是，以前不是这样啊，它有一排也是拿学校的跟店一排桌子，是不是桌子、椅子这样啊？长长的嘛，那种木的。哦，这个是学校包的，包吃的。包吃一碗面才5毛，五毛罢了，好像2毛5毛。1980多年了。我们读的时候，我读小学的时候，1970多年的时候，一碗面才2块2角钱。2角钱。对呀。现在要2块钱都不能买饭几倍了。弹涂鱼 Alliance Space， 弹涂鱼的空间。弹涂鱼应该就是海南村比较常见的一个生物。弹涂鱼其实在苏珊的港蹦Pulau Ketam， 我们是叫做马狗桥。后来苏珊想要找有没有地方跟苏珊的家乡一样叫法，叫马狗桥，发现没有。你们如果有谁的家乡也是叫马狗桥，可以留言给苏珊知道一下。但是苏珊还有发现，有人叫鱼中狗这样，果然不同的港蹦有不同的叫法，画得蛮可爱的。然后我们继续走，刚刚苏珊在跟安哥聊天的时候，安哥就有说，这2个是以前他们唱戏曲的时候留下的戏服，所以就展示在这里给大家看。苏珊刚刚在进来的时候就发现村子的外围有非常多的工厂，然后本地的华人村民也越来越少了，可能他们就向外发展，然后反而看到比较多的外籍劳工留在这里这样子。然后我们继续看
就有做一些设计，像上面的12生肖，然后这安哥说以前他们卖食物的摊位就长这个样子，然后还有这种以前的不过这是歌仔戏啦，这就不是琼剧啊。然后苏珊以前小时候也有用过的，它是放了。听完了之后，你还要转回去，最开始它才可以听的。这个画的蛮可爱的弹涂鱼的记忆，然后这里有一些比较可爱的马来西亚用语。海南村新呼吸，在弹涂鱼的记忆隔壁。就是一个回收站，在马来西亚越来越多地方可以看到都开始设立了回收站，然后是由慈济所设立的。慈济就是在马来西亚的一个公益团体啦，包括刚刚的 I Love BH 我爱海南村的招牌，它也是用废弃的水罐涂上颜料制作而成的。讲了这样多，苏珊的肚子非常的饿了，让我们去吃吧 ，Let's go。吃什么？那你给我一个肉丸饭，一个那个清汤米粉啊。在你这边吃啊？这里吃。坐还是坐这里？坐这里咯。没有，那以前是咖啡店以前是没有了。没有了那咖啡店。然后你要喝咖啡，我也是有。好啊，我要咖啡冰的，有吗？咖啡冰有。咖啡冰，你要坐吃那边。好，可以。它关了，我刚才讲喝咖啡。关了。关几个月了不？关几个月啊？这样只有你在卖咯。然后海鲜也是有的。海鲜你有来过吗？没有啊，我这第一次来。海鲜也是有。OK。那个招牌是谁跟你写的？我老公。你老公跟你写的。他们就开这里咯，这里。是咯，我就是看。然后他们就来找我的店对咯，我今天就是我就想，吃可以来这里吃啊。我以为你这里没有咖啡。有啊，现在有泡了。做清汤米粉而已啊。这个叫清汤。清汤，OK。清汤是这样的，然后配3瓣。配3瓣 ，OK，可以。外面没有这。好。外面是小辣椒的。你的这间叫什么？111。不是，我没有名。你没有名。反正大家走进来看，有写很多食物名称的，就可以来吃到海南肉丸饭。我们来看像大力肉丸，然后还有导爆，没有每天有的。换的。苏珊今天是星期日来的，看缘分来到什么吃什么，好不好？妈妈，再加吧，再吧。好吃。如果你来到海南村，你可以好像抽奖这样子，就是来安迪这里，因为他每一天的菜色都不一样，来到什么就吃什么，超大半鱼。它有点像蒸肉饼。里面的调味很够。清蒸。清蒸菠菜。菠菜。今天清蒸的反正完全有差的。米粉汤，苏珊看到这清汤米粉想起幼儿园的时候，苏珊。因为每一天它的食物都不一样嘛，有时候是给红豆水，有时候是给米粉汤，有时候给面汤，有时候炒饭。但是苏珊最爱的就是米粉汤，当时是小小一碗这样子而已，因为才5、6岁的样子嘛，就吃了我就睡午觉，然后醒来又继续念书。里面有叉烧、鱼饼、鱼圆，还有米粉，非常简单的配置。还有撒上一些葱头油。你送
晒冷佢一開十個青啊！哎呀，一杯沙火杯啊，一杯啊最樣咧。这杯一定要大有锅幼兒園的味道。我一杯沙火佢啊，最 Oh 尾 my god，好可愛。我杯我哋雞，都龍溝啦，多喎喎，用嘅，用嘅嗰啲啦。多咗未？我然後我就個 idea 咯，然後嗰啲就我煮嘢啦。非常亲切的海南话。回苏珊妈妈的家乡的时候啊，因为长辈就是这么说话的。睇冇？这一间呢，它的口味不是那一种非常惊艳的味道，就是不像那种大炒啊、酒楼啊那种色香味俱全，但是吃着吃着有一种家的味道，非常的温馨。包括它的三辣也不是那种刺辣的，就是很温暖的感觉。苏珊啊，昨天就跟家人聊天的时候就有说，哎，要来海南村拍摄这样子。然后因为苏珊的母亲是海南人嘛，然后爸爸是潮州人，我们就一家人有一个微信群组，是很好笑的，是取了一个粗俗可爱的名字叫潮海。潮海这个字在粤语是一句出口这样子，然后我们就有开玩笑啦，就说，哎，你来到这里看到那些安哥，你要叫不雷。不雷的意思在海南话就是叔叔伯伯的意思，然后妹妹姐姐他们就有开玩笑，你来到对叔叔伯伯就要这样子，他就是不雷，就很好笑。然后苏珊就说不是这样很没礼貌，要讲Malaysia不雷。然后看到那些阿姨就要叫安宁，就是苏珊以前听妈妈叫她的阿姨们，有时叫碧宁，还是碧宁应该是第二的阿姨的意思这样。鱼饼。苏珊在小学的时候最不喜欢的食物，因为小学她不懂用的，那品质不大好，一个色素的味道。可是这个没有。然后苏珊刚刚在还没有进来这家店之前啊，发现没有人了，好像没有营业这样。可是苏珊坐下来吃之后啊，就不断的有人过来找老板娘打包水啊，打包去隔壁啊，打包食物回家吃这样子。这个清汤是每天有的。这是每天的。每天有啦。招牌面。OK。所以那个是不同啦，有时候咖喱饭，有时候对。换来换去的。OK。刚才老板娘跟苏珊聊啊，她说米粉汤是每天有的，然后那个肉丸饭就每一天不一样。不过这家店是星期一休息，除了大日子有时候有开，然后营业时间是早上7点到下午2点这样子。没有了。对。之前。OK， 可以。好。好，不客气啦。然后老板娘刚刚有建议放什么，苏珊个人觉得不用放什么也是好看。第一次来海南村，第一次来。也是来我的第一次啦。第一次。找来找去找不到吃的。有海鲜是有啦，海鲜。海鲜现在没有什么这样想吃，先等一下来就是。等一下啦。我想到了，这个清汤可以说是古早味，对吗？好像是古早味啊，这个清汤米粉。这样子的喝法也是从苏珊幼儿园的时候就有这个习惯了，这样子把汤喝完。完食。来海南村啊，一定要点海南咖啡，因为有一首歌是这样唱啊：海南果比海南味，海南人工海南味，海南果比真好吃。包括苏珊跟亲戚有一个微信群，苏珊的舅父啊，海南人嘛，每天早上就会讲，别弄东南别大喝水果比咯，就是喝咖啡是他们的一个习惯。刚刚那一餐啊，清汤米粉它的米粉的分量非常的多，然后还有那个海南肉丸饭，非常的好吃。
还有一杯咖啡冰、一杯奶茶冰，一共是19块。然后大家看到苏珊身后的这块牌匾吗？叫琼海昌，右边读起，就是以前的人阅读习惯是从右边读起。然后它的马来翻译名叫做从左边读起啊 ，King Hoi Chong。奇怪哦，为什么不是叫做琼海昌？因为这一种翻译啊，它其实是根据马来西亚华人他们的籍贯去翻译的。就比如说你是海南人，就会用海南话去翻译你的名字；你是广东人啊，像马来西亚就有很多，有的叫蛋，就是姓陈的话，有的叫蛋，有的叫찬，有的叫chen，就是根据你不同你的什么籍贯、什么人去翻译这样子啦。这里的村民都非常的有礼让精神。刚刚苏珊在录视频的时候啊，不断的就在那里等待苏珊录完，他们才过，不然就说等一下，等我过了先。然后看到上面这块牌匾了没有？这叫做琼和义，跟刚刚的那个牌匾有什么共同点？没错，就是都有一个琼字。苏珊就对这个琼字啊特别有印象，就是为什么提到海南都有琼这字？包括苏珊上次去那个邦哥岛拍纪录片，去的那间咖啡店，它也是叫做琼鸾 King 鸾。苏珊就说，难道是巧合？不对，苏珊就去做了一下研究，才发现哦，原来海南省它简称就叫琼。为什么叫琼？是因为海南省以前在的那个地方有一座山，它的石头好像白玉这样子，然后以前的人有把白玉称作为琼这个字，就是琼楼嘛，所以后来海南就有跟这个琼字结下了这个缘分这样子。然后包括苏珊的有一个阿姨，她的名字也是有带一个琼的，然后她的马来名就叫做 King， 所以苏珊以前不知道要叫她琼还是叫 King。然后苏珊小时候也是特别的坏蛋，就讲阿琼姨，就以为是非常穷的那个意思。刚刚走了没几步，又遇到了一个拥有牌匾的这个屋子，然后看得出这个牌匾它应该是刚刚新更换的，因为它的琼和新是从左边读到右边。然后苏珊在走在这个海南村的时候啊，就发现这里特别跟苏珊的家乡特别的像，就是他们都是用木板搭建而成的这些屋子，然后上面都有这一些牌匾。然后据说以前这些是有一点类似那个72家房客的那种概念，就是大家住在长长的板屋住在一起，然后会有公共使用的厨房啊，然后厕所这样子，就是包括它的这些板屋的这些材质啊，可能跟布拉格丹是很靠近嘛，就是搭船15分钟就到那个地方。包括这里以前是可以搭船到那个布拉格丹巴生的那个港口的，然后再搭船去布拉格丹这样子，所以他们用的木材这些建材应该都是一样的。苏珊现在在的这个地方啊，对面就是上次去的那个码头，就是可以从那个码头乘船到鸡蛋岛或者五条港的那个码头。据说啊，以前这里是有那种快艇服务的，你只要在这里给50 cent 还是1块钱，就会有人开船把你从这里送到那个码头去。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啦。然后苏珊身后现在有一个爷爷在自己修补他的桥。然后这里它有一个蛮特别的庙，是叫都天府。它里面供奉的是华光大帝，然后华光大帝它的隔壁就是爱群剧社，以前是演琼剧的，就是用海南话去演戏曲。然后因为这些年来都没有人去学习拍戏啊，还有演戏啊，所以这个剧社也渐渐没落了。然后现在里面应该是供
这里的村民日常在这里消遣。不懂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周星驰的《喜剧之王》，应该类似那个概念这样子。然后华光大帝他是据说啦，他们叫他细神或者是火神。那么有2个传说，火神是因为他以前因为唱戏的人，他们就吵到玉皇大帝啊，玉皇大帝就很生气，就派华光大帝下来，要用火把这些剧社烧掉。但是华光大帝一下来的时候，就被这些演戏的人所吸引了，然后他就决定保护他们，违抗玉皇大帝这样子。然后后来有演戏曲的人去拜华光大帝，所以这是他的为什么会被称作为火神。然后戏神是说，因为以前演戏的人他们最怕什么？最怕就是火灾嘛，所以他们就拜这个华光大帝保佑他们这样子不对，苏珊讲到反了，就是反正他被称为火神跟戏神的缘故，就是有这么2个。苏珊上次说过了嘛，除了点心楼，很多的酒楼、海鲜楼，现在也会给人自己烫洗餐具。这雨是非常的大轻声声，雨蒙蒙。刚好有一个作者，他叫做琼瑶。以前苏珊一直以为琼瑶是一个类型，后来才发现，是一个专门写悲情文艺小说的作者，他的名字就叫做琼瑶，刚好也是有琼这个字。开动，来靠海的地方怎么能不来吃海鲜呢？所以苏珊今天来到这个港村海鲜楼，点了3样，这个叫做粥糠，点了金香的，然后这一个是冬粉虾，然后拉米粉，来口热汤先，冷飕飕的天气，超级无敌暖胃。它的汤头是带辣的，然后很明显它是加奶下去煮的，有点类似鱼头米粉的汤头，但是它是虾的。看一下里面有什么料，有一些这个应该是咸菜，然后有萝卜丝，有冬菇，有虾，有辣椒仔。来口冬粉，既然它叫冬粉。好吃。这就是虾版的鱼头米粉，但它是冬粉。不愧是靠海的地方，它虾非常鲜甜，新鲜。干杯！苏珊可以注意到，它的汤里面有香菜，这世界上分为2派，香菜派跟不香菜派。苏珊是香菜派。拉米粉，它用的这种拉是那种小只的，非常小的。苏珊记得苏珊在小学的时候帮父母做卖杂菜饭的时候，就有一班年轻人的其中一个，他很喜欢拿很多这样子的小小的拉，然后他就扒很多小小只的，然后扒了就那么多分量，然后就拿去叫苏珊的母亲帮他炒一碟饭，
现在苏珊不用亲自扒游泳。香啊！下雨天啊，它凉得比较快，所以要趁热吃，不跟你们说那么多。苏珊刚刚以为啊，它的拉拉只有在上面，感觉分量已经非常足够了，结果下面还有。值回票价，开动开动。苏珊刚刚觉得这个拉拉米粉不是很爽，在这冷冷的天气，所以撒了辣椒酱，自制的。俗称用手吃比较好。以前呢，苏珊不懂有这一道食物，在苏珊的印象里啊，这种带壳的贝类只有2种，一个是拉拉，一个是西航，差点逼到中子。然后就有一次，苏珊的爸爸还有他的朋友就带苏珊一家人一起去海鲜楼吃，他就点了一个叫竹康啊，因为像竹子嘛，所以就叫竹康。后来苏珊就自己去研究，发现这道食物叫做竹蛏，从此就入坑了。苏珊感觉啊，来这间港村海鲜楼必点的就是这道冬粉虾，尤其是在大冷天，非常的爽。苏珊看这里的顾客啊，很多都是一边点啤酒还是椰花酒，好像是椰花酒吧，不确定。然后就一边吃海鲜，喝啤酒，然后吹水，吹着海风，非常舒服。苏珊喝海鲜汤。其实苏珊啊，这次觉得有一点可惜。刚刚在海南村的时候，其实苏珊还想去一个地方的，它叫做赵英祠。它里面其实是每一个海南村都会比较常见到的庙，它是供奉108尊忠魂，就是它的典故是怎么来的嘞？就是当年从海南有109个人乘船下南洋，可是当他们到南洋的时候，被误认为是海盗，所以就被杀害了。只有一个厨师逃了出来。后来海南人去捕鱼的时候，这108个人就突然显圣，去保护他们、保佑他们。所以那些渔村的居民为了纪念他们，这样子就建了一个叫做赵英祠的。所以大家如果去渔村啊，尤其是海南村啊，可以注意看有没有看到这间寺庙。完食，非常的爽。其实苏珊对于海南村的印象啊，跟现在有很多的渔村都感觉差不多。像苏珊的家乡啊，也是类似差不多的情况，就是你会发现里面渐渐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了，只留下老人跟小孩。因为年轻人他们要出去工作，要找机会啊，然后就留下了小孩跟老人，然后还可以看到非常多的外籍劳工就留在那个村子，然后那个村子也会越来越现代化，就开始有钢筋水泥土的树丛。为什么学校比较的不同？江云生，对吧？反正就是越来越多水泥这样子。然后苏珊其实有提出这个疑问过，就是觉得这样是不是失去了渔村的特色？就是我们来到这里不是应该要看木板屋这样子的吗？后来苏珊的朋友就点醒了苏珊，他就说你怎么可以在这一个时代里面，为了他的原话不是这样讲，但他的大概的意思就是说，
你怎么可以认为时代在进步，愚蠢的人就应该留在旧的时代，使用旧的工具，然后你这个人却在享受现代为你带来的便利，像手机、冷气、钢筋水泥土，这些都是时代的进步。苏珊就觉得很有道理，就是时代它是在进步的，所以我们小时候回忆的东西，它会被新的事物这样子渐渐取代啊，就因为这些新的东西可以为我们生活带来便利啊。然后苏珊刚刚在进来的时候啊，其实在这个海南村的外围啊，看到的是很多很大型的重型工厂、重工业啦，包括现在坐在这里看着海岸上停靠的，都是很多大艘的邮轮，看得出都是重工业做运输啊，还是做捕鱼的这样子的一个产业，这样子就有点感慨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差不多就到这里了，苏珊就跟大家说拜拜，先结个账。一共吃了95块1。刚刚的瓦煲冬粉虾，那个 menu 上面是没有价格的，这里写43块，然后再加上6%的 charge。这里是刚刚海南村，沿着海这样子走过来，3到5分钟的车程啊。然后苏珊要回家了，拜拜。